你懂得如何欣赏自己吗？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人类天性中最根深蒂固的本性是被人欣赏。威廉·詹姆士说，人性里最深的原理是受欣赏的渴望。欣赏自己并不是傲视一切的孤芳自赏，也不是唯我独尊的狂妄不羁，因为它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勇气，也不需要改头换面的毅力。它只属于一种醒悟，一种境地，一种面对困难能够给予自己信心的源泉，一种推动自己向挫折挑战的动力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课后学堂，通过分享让你获得对生活的感悟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何正确的去欣赏我们自己。一、停止给自己贴上负面标签。习惯性给自己贴上负面标签是认知扭曲，不要总是说自己很差、愚笨、学习差、社交差等。我们需要学会用具体的描述，而不是抽象的标签，去梳理出真实的情况。比如你总是说我长得很丑，你要换成说我的眼睛不大不圆，但是我的鼻子小巧，皮肤底子好。我社交很差，没有朋友，换成说我没有很多的朋友，因为我是个比较安静的人，比较喜欢做自己的事情。但是面对别人和我交谈，我虽然不是处之泰然，但还是可以好好的和别人交谈。我或许不是个社交能力强的人，但是我慢慢学习，有自己和别人舒服相处的方式，也有一小群比较好的朋友。二、认识自己，加强对自己的认知。如果你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，你就不会去挑战自己，完成不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设立过高的事情，或者盲目跟从别人，因此又一次的失败，让你对自己失去自信心。承认自己的缺点不可耻，也不会让你骄傲自大。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，是让人很沮丧的举动。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大方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，不掩盖，学会拓展自己的优点。想一想，别人称赞过自己什么呢？比如你做事很细心，做东西不容易出错，或者别人称赞你东西排列很整齐，或者你是个很善良的人等等。想一想，你做过成功的事情有哪些，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。比如你向朋友推荐的餐馆，他们向你反馈说很好吃，或者你和朋友一起完成的课业很顺利地完成了，而有人向你问路，你成功为他指路了。你所认为的缺点的反面有什么优点？比如你认为自己很敏感，容易因为别人说的话感到很受伤，可是敏感也能让你拥有比别人更高的同理心，让你更容易察觉别人的各种情绪。朋友难过的时候，你也能快速的察觉，并且给予他关心。三、大方接受称赞。你是不是会在别人称赞你的时候觉得不好意思，不由自主的想反驳说不是，说出自己的不好，让别人停止称赞你呢？请你一定要记得，你的缺点不能够掩盖你的优点。别人称赞你的时候，你就大方的收下，表示感谢就好了。比如别人说你这个计划很棒，想法很好哦，你可以回应谢谢你，这个计划我真的构思了很久，差点以为不能成功了，还好最后还是完成了。四、肯定自己。自我肯定意味着我有权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尊重自我的意愿、需求和价值观，并在现实中寻找合适的方式。我们的生命不属于别人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并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期望。积极主动地关心自己，随时察觉自己的状态与需求，直接并且适当地表达自己内在真实的情感、情绪和意见，当个快乐满足自己需求的人。我们总是容易因为自己的失误、做不好的事恶劣地批评自己，而在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却忽略了，从未给予自己应有的赞扬。心理是个很神奇的领域，消极的心理暗示会对我们发掘自己的潜能产生巨大的阻碍。相反，积极的心理暗示能够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。从今天开始，
学习每一天都对自己说自己具体的优点，比如说我的眼睛很好看，皮肤保养得很好，光滑，或者真心的赞夸自己，比如说我今天在工作表现很好，活动进行得很顺利，虽然经验不是很足够，过程中遇到了困难，但最后都能够解决，自己真的是进步了，越来越好了。欣赏自己不是鄙视别人的狂妄自大，而是源于对自己生命的真实和热爱。欣赏自己不是让自己成为井底之蛙而不见更宽阔天空，而是让自己抛弃浮躁后更成熟地走向远方。你不一定要长成玫瑰，你乐意的话就做茉莉花、百合花、向日葵，做无名小花，做千千万万。这里有一段话要送给大家，我从来不指望吸引别人，我觉得这样很浅薄，我得吸引我自己，让我对自己有了热爱，才能完成以后一个个孤单而漫长的日子。在我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，我想和大家说，你要记住，自己最崇拜的人是自己，只有你才会帮助自己度过一山又一山，克服一次次的难关。如果你有任何感想和想法，欢迎你留言和我们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击赞、分享和订阅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见啦，拜。